Hello，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那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在疫情期间呢，进到新加坡去工作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但是今天做的这个分享呢，就是非常的针对我个人的一个情况去做分享，因为你从不同的国家，然后包含你自己的工种，你是有工作没工作的情况下进去新加坡，它的情况都会非常不一样。那所以今天的话，我会按照3个部分去跟大家做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入境之前你要包含申请工作签等等的一个手续流程。再来就是入境之后你进入这个隔离期间的一个情况。那再来第3个就是已经隔离完之后你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这种小的分享。进来之前呢，最好还是要上这一个新加坡的 MOM 或是 ICA 的官网去做一个查看，因为它的政策真的是周周变，然后而且针对你是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点入境，它的很多这种配套措施也是一直在变动的。那大家记得要去查。好，那首先先说明我自己的情况。那我自己是在一个美国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日本。那我是在去年，就是2020年的年底调职到新加坡，所以我现在人已经在新加坡了，在工作，所以我是处于一个一开始就有雇主的状态，所以我申请的是 EP Employment Pass。好，那首先我们现在讲这个入境之前要做准备。那入境之前呢，正常来讲，你其实需要的就是一个工作签证。再来呢，就是针对疫情的一个情况，它有一个另外要求的东西，叫做入境准证，也就是说，这个是跟防疫比较相关的。那工作签证呢，因为我的情况是我已经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了，我已经有雇主了，所以我只需要提供给公司或是公司帮我请的这个 agency 这个代办部门，我只需要给他们3个类型的东西。第一个是就是当然就是我的，比如说身份证，不是身份证，我的护照啊，我的护照的这个影本，这个扫描档案，然后还有比如说我近有几个月的这一个叫什么大头照、证件照，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有一个问卷，这个问卷就有点像是把你护照的信息填上去，然后包含把你的工作的一些简历、你的学历填上去的一个这个问卷。那第3个就是你的这个简历履历。那这个简历履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不需要像是面试一个工作那样写的非常的详细，或附上很多的附件资料等等。当然我就算面试后我也不准备这么细，但是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履历简历的一个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特别是你不管是疫情前或现在疫情期间，你进到新加坡工作，而且你拿的是这个 EP Employment Pass， 它其实都是想要知道说我到底身为新加坡这个国家，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请一个老外到我们国家来做这个工作？因为毕竟它虽然是很欢迎很多这种外国的人力，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嘛，它需要很多外国人力进来，但是它同时也需要保障自己本国的人是有可以优先有一些工作的嘛。所以你这个履历它大概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我进来的话，其实是已经有一个职位的嘛，我就是从我自己公司过来。那这个职位为什么我们公司需要把我从外国找过来，而不是在当地找一个同样职位的人？所以你这个简历其实大概就是叙述说，我的一个过去的工作背景，我的一个学历背景，我为什么符合一个这样子的职位。所以像我的话，我就很简单的就是1页多2页左右吧，我就大概列了一下，就是我过去在哪几间公司工作过，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期间，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哪一年到哪一年。那我那时候任职的一个职位是什么名字？那毕竟很多职位的名字可能五花八门啦，所以你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嘛。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大概叙述一下说，我大概做些什么事情，我的这一个工作的职责范围是多大？比如说，如果你是经理的话，那你肯定也可以顺便叙述一下你带的团队有多大，或是你负责区域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就是几个国家一起，你可以大概叙述一下这些东西。那再加上一个你不同阶段的工作的这一个工资的收入等等，所以就是做一个参考用啦，不是说真的是要面试用，就做一个参考。
那学历的部分的话，要注意就是你最好要有这个比如说你是大学硕士，那你最好要有一个毕业证书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我本身是在台湾念的大学，然后我又中途就包含我家里人跟我自己也是在大陆工作过好一段时间，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个人的很多资料，这是一个错误，请大家就是不要像我一样犯这错，就是因为我在太多地方工作了，我台湾有家，我上海有家，然后我自己之前去日本之前我住成都，我到日本之后我很多东西我放在了台湾的家跟上海的家，没有带去日本。然后我现在从日本直接去新加坡的话，有些资料我就没有。而且更尴尬的是，很多资料在我的上海家，然后我家人都在台湾，所以也没有人能够把那一个资料做一个扫描给我。我说的资料就是我的毕业证书嘛，所以就很尴尬。但是就是好像我之前以前入职我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提交过一次给我们公司，所以我就跟公司的 HR 我们的人事去要这个档案，所以就可以提交这样的一个资料，是个小故事。对，所以就是你有了你的证件、照片，你有你的这个问卷表，还有你的简历，这三个东西基本上你就可以去申请你的EP Employment Pass 工作证。那你会申请到一个东西叫做 IPA In Principle Approval， 就是它理论上批准。也就是说，你真的进到新加坡之后，你要把剩下手续办完，才算是完成这一个工作证的申请。所以你会有一个理论上批准的这个东西会出来。那理论上这个东西批准的东西出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再进行下一个步骤了，就是你的EA， 就是Entry Approval， 就是入境许可。入境许可呢是以前没有的东西，是疫情期间才出现的，就是你被批准入境。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可想而知，你除了要不你就是新加坡人，要不你就是已经有工作证的人，要不就像我一样有 IPA 的人。然后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根据你所在的国家，它可能会规定说你需要一些COVID-19 的这个核酸检测报告是呈现你是阴性的，那它就会这两个东西过了之后，它就会有这个 Entry Approval， 那你就可以进新加坡。那它的一个流程是这样子的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时间。所以我这个 EP 的申请呢，其实在 COVID 之前，我以前在新加坡工作过1年，所以当时是差不多1个礼拜左右。那这一次的话，其实花了1个多月左右，因为就是他可能有额外的审批，他不想在疫情期间放这么多外国人进来。那加上比如说你疫情期间也有很多这种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所以他会审核这个 EP 会比较久啦，所以差不多1个月。1个月之后呢，我就确定了我在日本这个期间，我在确定我在日本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嘛。比如说我银行要关掉的啦，我手机要退掉的，或是我房子解约等等这些东西弄完，那我就确定我什么时候要去新加坡了嘛。这当然也是你要跟你的老板要做一个沟通，比如说跟你的人事要做沟通，说我几月可以开始上班。那如果我暂时不进去的话，我是什么时候交接？这个都是公司的部分，这是另外就跟这个法定程序无关，这是你自己公司的事情。那你确定了什么时候要进去之后，比如说你确定我11月要去，我11月几号要去，那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EA Entry Approval。所以你就会申请说我在这3天的这个范围内要坐飞机。所以呢，你确定这个范围之后，比如说我确定是11月1号、2号、3号这个范围，那其实我订机票的话呢，我其实就会先订一个这个11月1号的机票。而且呢，我会先这个叫做我会预定，但是我先不出票，这个很复杂。然后呢，为什么要先不出票呢？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核酸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根本就去不了了嘛，所以你这个机票到时候还要退，就会很复杂。所以呢，就是它的顺序就是你 EP 完了有 EP 申请嘛，然后有 IPA 完了之后呢，你要去预定一个机票，你预定机票的时间确定之后呢，你去申请 Entry Approval。然后呢，你已经确定好这个期间之后呢，你就去申请这个，你去找一个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医疗机构也好，或是检测单位，就根据你所在地一样，所在地可能会有一些区别。那这要在你自己国家的这些网站去查了。那你要去查哪里可以做这个核酸检测，做这个 COVID-19 测试，那个英文 swab test。那你在出发前的2天3天左右要去做这个测试，因为你在太早测的话，
你后面还是有感染的客人嘛，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出发前的2-3天左右你要去做测试。那一般来讲隔天就会拿到报告。那有报告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去登录到一个新加坡的这个网站，就是跟你 EP 申请EA Entry Approval 这个网站，你要做一个递交。所以呢，你就带着你的这个 EA， 它就会出来，就说好，你现在有这个 Entry Approval 是确认了，你有你的 EA 了，然后带着你的这个 COVID test 说我是阴性的，带着你的这个 IPA 就是我的准则上批准你有工作证的这个东西。带着这3个玩意儿，当然包含带着你的这一个你的护照啊，然后你的机票，你就去机场，你就去坐飞机了，这几个东西很重要。好，那基本上坐飞机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可怕啦，没有说要包得很严密，而且就是飞机上人也不多。这个等一下我会放一段影片在后面，就是我实际上当天去机场，然后我到了这个隔离的这个饭店酒店的一个情况，那是在后面会放。好，所以我就坐飞机这趟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呢落地到了新加坡，那也都是蛮顺利的，然后他就会安排入境的人就是依次的去坐大巴坐巴士，然后到你隔离的地点。那这隔离的地点呢，除非你是有家里在新加坡有家里，然后你事先申请说我要住在这里隔离。除此之外呢，基本上都是政府会去帮你安排住在哪里。那运气好的话，就会有那种很高级的饭店；那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烂的地方。那我的话还算可以啦，这个后面看影片就知道了。那住到这个隔离饭店，顺带一提，隔离这个地方，就一般来讲，英文隔离叫 quarantine 嘛，就是隔离检疫一个单词 quarantine。然后新加坡它有个特别的词叫做 stay home notice， 就是在家通知，因为就是你可能不是在饭店隔离，可能在家，所以就叫 stay home notice。所以你进去隔离之后呢，有几件事情比较重要。第一个是你事前就要准备好的，就是一个新加坡的手机号码。那像我是一个老外，我就没有新加坡手机号码，所以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求我们公司的 IT 提前帮我去准备一个新加坡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干嘛用的呢？就是你隔离期间，新加坡政府会去要求你用着这个手机号码，你要去登录一个它的这个 app 一个 application， 你要去1天3次的登录你的体温、你的自拍照、你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然后呢，这个电话呢，他们政府的人也会打电话或是用 WhatsApp 联系你，他可能还会用 WhatsApp 的这个视讯功能去跟你对话，确认你的这种神态、健康状况，然后还有确保你是真的在那一个饭店里面。所以这手机号码很重要。当然你不用很紧张，因为比如说像我要求我公司送这个手机号码来，其实因为我一开始就不知道我住在哪嘛，这是政府安排的，所以实际上我是到了隔离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用我自己原本的手机连上住的地方的 WiFi， 然后呢发邮件给我公司同事说我现在确认住的这个地址在这个地方，那请你看能不能隔天发这个手机过来给我。那一般来说政府的人会开始打电话给你，大概是从第2天、第3天才开始打电话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赶。但是当然，如果能早点送到是最好。所以其实我入住之后，隔天的中午，我同事他们就已经找人把这个手机送过来了。那手机送过来就我就正常的这样子日常的汇报。那隔离期间，其实你还可以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先上网去办银行账号，特别是 DBS 的话，它有这种配合外派人员，它比较方便你上网就可以去创这个银行账户。当然，我个人其实没有选择这一个方法，我还是倾向于现场啦。所以其实我隔离完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去银行去办一个银行账号，对。然后那叫什么来着？你可以先去办这个 SingPass。这个 SingPass 是什么呢？上网查一下，你大概就知道了。简单来说，这个东西你在新加坡很常用到啦，对，你就去办一个 SingPass。好，然后还可以做什么？其实就可以开始找房子啦，比如说这个 Property Guru， 你可以去开始上网看房子。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外派的这种 Facebook 的社群，也可以去看。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会跟你说，你去看 Property Guru 啦。那在华人社群、华人论坛里面，他们可能就本来就有一些比较靠谱、比较信任的这个中介，那他可能就你们其实也可以在那里直接找重点去看。
那其实我到最后，我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会觉得，我要是当初就直接到 expat 的这个外派人的这些Facebook 社群去看的话是最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其实新加坡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我等一下检查一下，就是好像有真的是万人以上的老外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是很紧急的一个情况去脱手自己，不管是买的房子或有没有买的房子，租的房子为主吧，就是很快去脱手你租的房子，或者是很多是本地人，他靠这个收租赚钱的这些人，他也很多房子租不出去，再加上新加坡其实一直都在建设嘛，然后很多很多新的楼盘，所以这些东西也都租不出去。但是如果你去Property Guru 去看，那些都是中介丢上去的嘛，然后或是你去直接问中介，其实他们手上的那些东西，就是会流到市场上的房子，都一定不会是最便宜最好的房子嘛，对吧？所以我其实有点后悔啦。但是如果说我当初一开始就愿意去干这事情的话，其实你可以到 Facebook 很多外派人的这些社群里面加进去，然后他们就会他自己脱手这个房子给你，很多就是已经是条件很好的，再加上他很多东西是他们自己已经买了很多还蛮好的家具家电嘛，对吧？然后他真的是贱价或是他甚至就直接送你的，这种是很多的，所以你是可以去找，这是我一个建议。那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你可以参考啦，至少就是可以参考。然后好，所以这就是你隔离期间可以开始做的一些事情了。那再来就是很多人在想说，像因为我从我从日本过来，到新加坡，我当时的一个那个时候入境的话是要有一个14天的隔离。那14天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很久、很痛苦，或是有点紧张、害怕。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还好，我的经验啦，因为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就我去年在日本的时候，我有好几个月都是在家远程上班，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算蛮习惯的，我并没有觉得说很不舒服、很痛苦、很难受。对，所以我就是早上起床8点上班到比如说5、6点，那可能有时候晚上开个会，9点、11点这样子开个会，半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开会，就跟我正常生活没有差太多。那周末的话，可能确实会有点无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出去散步呀、逛街，就看一看、吃东西这样子一个人，所以周末比较无聊。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带Switch， 我就有打电动嘛，然后我带瑜伽垫，就是做点瑜伽什么的，所以还可以啦。虽然就是真的就是床跟桌子跟浴室之间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是真的是有点痛苦，有点闷，但是其实没有到太难受，所以我觉得还好。好，再来就是离开了这个隔离之前的事情了。那离开隔离之前呢，结束隔离之前差不多3天左右，结束隔离的前3天左右，他会要求你再做一次这个核酸检测。那检测完阴性的话呢，你在隔离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顺利出去了。那检测完阳性，它当然就出不去，然后可能会被遣返这样。但是阴性的话，也有一种可能是你不会准时离开，就比如说你同一天开始入住这个隔离饭店的人，可能另外一个人他是阳性，所以可能就要等到你们所有人的结果出来，然后他们才会判断说你是要加长你的隔离，还是你就没关系，你就可以出去，不要紧这样子。所以就稍微等一下，但不用很紧张啦。那隔离结束的时候呢，要记得下载一个东西叫做 Trace Together， 就是你去到的每一个地点你要扫码，然后就说我到这里了，离开的时候你就登出这样，如果离开了就 check in check out 这样，就是一个安全啦。然后他也会告诉你说，你身边有多少人开启这个 app， 所以你就稍微知道人的密。然后刚刚忘了说，在你离开饭店之前，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决定一下你之后住哪里。所以如果你公司有帮你安排，就是去找房子住的话，那是最好。那像我的情况就是没有帮我安排，那我就自己找房子嘛，对吧？就刚刚其实刚刚说过了我都忘记了。对，因为我刚刚找房子这件事情，就是我倾向现场看到房子，我才决定要不要嘛。所以我其实还租了，我就是住饭店住了1个月吧，然后我才确定我最后租的房子是哪里，然后我才搬进去，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最后决定要住的这个地方。
对，那关于就是说你找到房子之前住的这一个饭店，一般来讲，如果跟我是一样的一个外派的情况，就算公司没有帮你安排房子，像比如说像我的情况，其实公司也会给你一个礼拜到一个月，甚至有些公司超好，那他会给你一段期间，就是让你可以住饭店啦，你就可以公司帮你报销，或是公司直接去做付款的动作，你就不用自己先垫钱，就是看你自己的公司，那你也可以自己去谈。我会建议就是你都已经是被外派过来了，我想你的公司应该不会太苛刻。那如果跟我是同一个情况的人的话，那其实就算公司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福利，你也可以去谈啦。当然，谈不成功就不成功咯，但是至少你谈过，有一定几率它还是会发生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去争取的啦，为了自己。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我入境当天还有住到饭店的一个情况吧。So I'm here with my luggage. I think they expect like people's going to take 1 or 2 hours for the immigration. So they actually put my luggages already with the what's it called? The card on the card, which is pretty sweet. So I just have to come and then pick my stuff. And now I'm waiting in this chair area, waiting for notice of where's my stay home notice location and all that, and then going to send me to the hotel. I would say overall the process is good. It's not as scary or stressed. Pretty much fines just take time, so we'll see. Okay, I'm finally in the room. Around 9:30 Singapore time, and then it was a big meal, but it was a lot. So that I guess that's why the breakfast was just an apple. Okay,
let's start the first day. And then I realized you could choose from a weekly menu fo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So I'll just do that. 好，所以就是刚刚那个影片，就是我的第1天半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因为里面当时我录那个影片其实是录给我在日本的一些朋友啦，然后包含其实我工作上讲的都是英文，所以就是他的一个我讲话，还有就是我的字幕可能就是英文日文穿插，但是不用担心，我后面会在这个都加上中文字幕，所以OK 的。好，那就下次再见，拜拜。